们继续来看 4.2 哈。那在 4.1 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花一点时间去解释这个quantum teleportation 嘿，这个是谣言的这一个传输嘿，这个谣颂这样哈，谣颂或谣传这样都可以嘿，谣传好像这个就是类似那个 rumor 一样哈，这个谣言这样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分析它哈。那记得有一个概念哈，就是说对我们初学者来讲的话哈，这一个去了解一下他的想法，就像说早先的时候我们开始学这个资料结构的时候，就说从技概跳脱到变成这个资料结构，那开始在研究这个程式设计的时候，那一开始很多的演算法，那一开始看的时候就第一件事你就先弄懂它里面的那个概念跟它的逻辑思维这样嘿，那当然第二步的话就是想办法从这一个概念跟逻辑思维里面拟出一些SOP。当做我们后续这个设计程式的一个想法这样嘿，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IBM 的那一个官网站的那个教育网站，它主要就是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第4章跟第5章会用它主要的这一个 quantum，这个刚刚讲说我们这个量子纠缠有没有那 entanglement 那个机制来设计它的相关的演算法这样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例子。所以我们现在有所谓的Q channel、A channel 跟 B channel 这样嘿，所以的 snap two different step are showing as follow， 就是说，那等于说我们现在准备呢来盯住这个地方，再盯这个地方，再盯这个地方，那看看它的变化怎么样变化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慢慢来看看它的状况嘿。那问题是说在我们的 Q channel，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 A channel 就是说有 A channel 有这一个B channel 跟 Q channel 这样所以很清楚所以这个好，就把它看成是 Q channel 这是我们的 A channel， 这是我们的 B channel 这样那因为到底 B A Q A B 呢，是不是代表它的那一个 channel name 还是 channel 的那个state 那这个没有关系，但以后我们真正要写 paper 的时候再来把那个整个关系把它拟定清楚，也就是说最后你只能够取决一个一致的表现嘿。那从头到尾的话，表现一致就可以的好，那很明显，我们的 initial state on Q channel is 怎样？是这个式子就是再重申一遍嘿在量子世界里面，我们只能传送什么呢？quantum 有没有？quantum state quantum state， 那 quantum state 很明显就是说这个满足这个条件这个反复的在这个解释这些概念这样嘿，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拍零嘿，我们的拍零，那拍零的话很清楚的话就是说这里就那这里怎么传送进去这个我们后面再来看，再看我们真正的那个程式的时候它怎么一个架构这样嘿。好，那也就是说在进去之前的时候，这边就已经这样，这边就是说这个 channel 之间已经有有这样一个量子纠缠，就是我们的贝尔态Bell state 的那个plus这个 phi plus 它 phi plus 跟 phi minus 还有 phi plus 跟 phi minus 所以这个也是蛮有意思，就是说当初一个简单的4维向量那他们就可以把它对应到一个物理现象这个确实很不简单这样好，那这里的话就注意了，所以我讲说他这本 IBM 可能在写讲义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不同人在写所以它里面那个非常丰富的那个网站的那些资料这样非常丰富这样，所以这里就是要开始来注意，反正就是我们要把概念那包括它怎么去落实这整个系统的结构都一致把它搞清就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这是 B channel 我就从下面写起 B channel， 这是我们的 A channel B channel 有没有我们的 A channel 我们的 Q channel 这样，那它的一个计算的过程它是从 bottom to top 所以你可以看它等于是说那我们的 bottom 为什么呢？就是说 bottom to top 也对也是我们在规定一个想法好了规定一个想法这样就是说比如说好，假设这是我的 channel 好了就好随便我来写 ABC 好了ABC 这样那这个是我的 Q0， 这是我的 Q1 这是我的 Q2， 有没有看到那这个没问题
那我们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假设这是我的 A， 这是我的 B， 这是我的 C， 我的 A、B、C 有没有看出来？那这是我的 Q， 那很明显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写法是 Q， 好，那到底符号怎么写？我先从下面这个比较容易懂的这个来写起。很明显的话是 C、B、A、Q， 好，这个写法，这个我们都已经讲过 N 次了，好，这个没问题。嘿，那这个你的看法的原因就是说，这个是先算，再算，再算这样。嘿，那先算的话，按照我们的符号写法就变成是 Q0 tensor product Q1 tensor product Q2 这样子。嘿，好，那如果说你要仔细一点，也有人这么写，没有 Q0 的这一个kit Q1 的这个 kit， 然后再怎么样呢？Q2， 那作者的做法就是说，你的思维是从上面往下看，那从上面往下看的话，那符号的话就要从这边往这边写这样子。好，那当然，如果说所以变成说我们在写符号的话，就变成说从 button 往这一个 top 来写所以它的写法就变成说等于是说就把它这个写在怎么样？这个写在右边这个写在左边这样。那其实这是先被考虑那这个是第二个被考虑这样。嘿，好，就是我们只要统一就好了就是说，就像说我们车子到底靠右边靠左边，全部从头到尾一致化就可以了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这样。嘿，好，那他的做法就是说，那他的既然这么讲，所以我们先被我们触摸到的话，我们就放在右边这样。嘿。所以这个放在右边然后这个下面这两个的纠缠的话怎么样？它是这个是2×2，记得我们是2×2嘛，等于4维你记得我们在前面玩那个的 output 的时候可以看到它有 input 跟 output， 那这个 output 是2×2，嘿，也就是4维，它的做法是这样好，那这样就没有问题的。嘿，所以那这些符号呢我们都很清楚了我就把它再肯定一下那感觉会比较干净一点这样。嘿。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等于说我这个怎么样？这个跟这个做 tensor product， 那这个跟这个 tensor product 就课本包括原文书就很伤脑筋，有没有？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他把它省略掉了，嘿，就是说他把它省略这一个tensor product 的符号，这样有很多。那有些课本是比较我看了1-2篇论文，它就比较仔细。他一开始讲说他省略，那省略的话等于说这个就是2个跟2个相乘就有4项嘛，2项跟2项做 tensor product 就有4项，那4项就会得到，比如说这一项跟这样相乘就得到这个000，所以依序它乘出来的结果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式子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嘿，所以我们的 Pi One 就知道说我定在这里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要先已经约划3章，那这个怎么送进去？就是说怎么送进去真正的那个网络的 circuit 里头，我们后面再讲我们先把概念先解释清楚所以我是觉得 IBM 这个讲义是写的还不错先从这个头来开始看起。那我们刚刚已经这个 run through 的是那这个到这边来的话，它怎么样？它要跑 CNAT gate， 它要跑这个 CNAT gate， 我们看到它跑 CNAT gate。那 CNAT gate 的话，很明显就是说它就是要来算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头壳要稍微清楚一点点要头壳要清楚一点点。所以目前这个已经算出来了嘛？有没有？那算出来的话，等于是说，可是我们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2个，我看一下1011没有变嘿。那等于说这2个 bit 是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 Q0、Q1。所以这个有时候符号要搞清楚，这样嘿，有没有看到这一块？有没有？那我们 CNAT gate 的话，讲说前面那个 gate 就是 control bit， 后面那个 gate 就会随着。那如果 control bit 是0的话，它就不会动，所以它没动，有没有？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动嘿。那 control bit，control bit 嘿，我这边是不是没有写错？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再来看看所以我的 control bit 的话，我的 Pi One，那它怕它是倒过来写，它是倒过来。也没有倒过来，就是说它是从这一边下来的，所以我要定住这里这样，所以它就等于是说，我们有2个 control bit 因为这边可能要厘清一下，反正原则上就是说，
在前面讲过说 Control bit 是1的话，那后面是0就变成是1，那后面是1就变成是0，嘿，就变成是0这样哈。所以我们有2个 Control bit。好，我看一下哈。所以这个是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非常伤脑筋的事情这样哈。如果从 bottom to up 的话，所以那如果我这样看起来没有错的，我来看一下哈。我的符号是不是我有写错了哈？所以我们就是让这个 C 那 get 哈，那按照我刚刚讲法，我现在这个符号看起来就不精准了哈，看起来不精准，也就是说跑出来变成这个结果嘿，它是倒过来哈，所以等于是说，这个是1的时候呢，好，那它是倒过来看，等于是这是 Control bit， 所以1的话就变成是0，有没有看到？好，那这个是 Control bit 在后面是1的话，它前面是0就变成是1嘿，好，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哈，所以它是倒过来看，倒过来看这样哈，好，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哈，倒过来看这样嘿，好，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就代表我们的什么样？我们的 Q0， 哈，所以这个我再讲一遍哈，它这个也没有说错了哈，就是说它等于说这个它等于是它是 Q1、Q2、Q1 跟 Q0 这样嘿，有没有？那 Q0 是我们的 Control bit。我们的 Control 有没有？我们的 Control bit 这样嘿，所以你发现1的时候呢，它如果说前面是1就变成0，那如果说这个是这个我用一个这个来 mark 哈，就是说这个是1的话呢，它这边就变成是0，那这个是1的话呢，它这边就变成是0，就变成是1，那0的话就不动哈，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出这个。它的 output 变成这个样子哈，我就把它擦干净一点嘿。所以最后的话得到这个 Pi 1，Pi 1就很清楚在这个地方你们就可以看出它的一个结果出来，就是上面这个结果这样。那当初为什么这一个那么聪明哈，这个会去想出这个东西出来？所以我们还是先从欣赏开始，那欣赏完以后再慢慢来掌控它这样。那 Pi 2的话一样，Pi 2就经过一个 Hadama， 那 Hadama 我就前面讲过说，它把那等于说我们就准备把什么？我们就把这个 channel 转，把这个 channel 有没有？把这个 channel 把它转换这样。那前面我一直讲过说0的话经过 Hadama transfer 就变成是 plus， 那1的话经过 Hadama 转换就变成 minus， 所以你没看到它就变成怎样？它就变成是这个 plus， 好，那这个是变成 minus。这变成 minus， 那中间符号省略掉，那省略掉，那你也知道说 plus 等于什么呢 ？plus 的话等于是这一个 1 over 根号2 1 over 根号2，就等于是1 over 根号2 0有没有？再加上1 over 根号2 1，没有问题，所以它再把它展开，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哇，好庞大，没看出来这个没有问题嘿，所以这个一路上这些都我们熟知的符号。哇，展到这一个一路展到这里来，有没有看到这个变得非常的复杂？这样嘿，好，那变得非常复杂的话，就是说它等于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0、1，好，那这个符号就变得有点混乱了哈，有点混乱嘿，0、1、2、3，有没有？4、5，这个应该是这个不对，等一下哈。这个是5，这个是6，这个是7，有没有看出来？都有了哈，说0、1、2、3、4、5、6、7，整个组合都出来了哈。就是说在那最后你可以看到 Pi 2其实是在3维空间，就是3个 qubit 3个 qubit 其实是8维2的3次方哈，所以这个我一直反复的讲。那这个到现在为止，我们课都已经快要结束了，一系列课结束，你就要知道它这样。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就是说，那好了，我就来量测啦。我来量测，所以 channel A 跟 Q，channel A 跟 Q will be measured，就是说我们会去量测怎么样？量测这个 Q channel，跟量测这个 A channel，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量测，在这个量测我们看到量测这样嘿。那一量测的话，就是说好 therefore， 好，那 therefore 的话，我们就说therefore we review， 就是说我们这个 rewrite 的 above statement as follow， 他就把前面的把它重新改写，前面的 Pi 2，那这个改写的话，你可以前后比较一下。
前后比较一下有没有？所以就变成说把前面拉出来了，前面那个 bit 拉出来没有？好，把这个拉出来这样嘿，好，把它拉出来这样嘿。那为什么那么聪明？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们来欣赏。那这样的话，就是说，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说这个符号就变成非常的 clear， 非常的 clear。那 clear 的话，我就可以去量测啦，我就去量测有没有？我就准备去量测哈，去量测。那量测的过程里面就来麻烦大了嘿，因为这个前面就变成是它的什么？它的几率哈，就变成它的几率，所以我们后面会再来分析一下，就说这个式子我要去量测它到底它会怎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样哈，就是说前面那个数学式子已经因为它很长，所以我就把它割成好几节来看，这样，所以原则上就是说我已经把它割成准备要看这一个 Q channel 跟 A channel 那两个Q bit， 那我去量它的话，那按照量子坍缩。会坍缩到几率比较高的那个部分，那几率比较高的部分又有一个比较不稳定的现象出来，就是说 even 几率比较低的呢，它也会被量测会坍缩在它身上，那这样就变成整个系统就有点混乱。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来这个逐一来讲解这样哦。好，那我们这一节就先结束。